确认。生命气息确认。罗峰，你真发达了！第一枚戒指聚集了燕季族部首以下族人的财富，第二枚戒指是该族不朽强者的装备宝物，加上苍金王等人的遗物，价值约5600亿混元。什么？茨维卡的飞船也才卖出61亿混元，而我一下子获得了近100倍的资产。这第三枚戒指里的是燕季族的镇族之宝——锁空之臂。锁空之臂最多可影响100万公里的区域，在该范围内，空间波动将完全锁定，无人能使用空间法则。但锁空之臂消耗的能量巨大，1分钟就能消耗价值1320万积分的能量，相当于一个封侯不朽的全部身家。不到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用它，否则都回不了本。事态紧急，鸿蒙城见。杨，最近有不止一人和我确认你是否得到了祭塔宝藏，我否认了，但是这没能妨碍他们继续打探。他们从哪儿听到的风声？是紫中王。宝藏已不见踪影，看来子中所言非虚，他还真在那个人类小家伙手里。那个人类现在在哪儿？你戴面具，不会就是为了方便打瞌睡吧？根据内部网络同步的最新消息，那个名为杨的人类正躲在兵营基地里。真是怕死的家伙！天阵王，多谢你提供各族在燕季大陆的最新动向，我会小心行事。异族存心谋害，人类本就该一致对外。若觉域外战场凶险，可随时加入我们队伍，共同进退。幸好紫中王似乎只是针对我，没有透露星幻王的相关消息。你倒有空关心别人，在兵营基地确实能免于追杀，可这不是让宇宙各族强者认为你心虚，更加认定你拥有宝藏吗？我来这儿不只是为避风头，从祭塔得到的那5600亿混元，如果不尽快转化为实力，又怎能守住这些财富？在完成采买后再出发不迟。你想好怎么花了？全部花完。什么？人类，我了解你的狡诈心性。你暂时起身不是因为胆小，而是在等待时机。我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。我们的对决一定会到来。
量修炼资源，用来提升金角巨兽强度。火神元晶作为应急之用，水神元晶用来给锁空之壁功能。不过最昂贵的还要数这废魔毒液，一下子就花了3000亿混元。你怎么敢花这么大手笔？废魔毒液可侵蚀不朽神体，是毒药前辈最为崇拜的强大药剂师废魔配制出的可怕药剂。我相信前辈的眼光。疯子，刚忘了提醒你用法，将10克废魔毒液涂抹于兵器之上，一旦命中，就足以杀死蜂王极限强者。多谢毒药前辈。还有，那个，你给阿莫的培养液很好用，他想谢谢你呢，是不是啊？小晨晨，队长，你。获得提升之后，你在燕姬大陆自然不出其他蜂王。不过，这回换我们反向追查紫中王的行踪了。人类阵营里似乎还没相关线索。追查行踪而已，又有何难？阿巴塔，即刻发布悬赏。是。公开悬赏，悬赏人杨，悬赏额5000万会员单位，5000万，悬赏金将提前转至军队系统公共账户。只要提供紫中王位置坐标，确认准确后即刻给付。5000万会员单位，还是军队系统公开悬赏？我一直很低调，也没人知道我有宝物。可现在，那些强者得到消息，肯定会争相来抢。既然无法再置身事外，我就必须表现实力，震慑各族强者。紫中王，你倒沉得住气。燕姬大陆上的人类不朽们找你都找疯了。光是悬赏就足有茨维卡悬赏银翼王石2倍之多，更不知道会请来多少帮手。我不是有重剑王和血兽王吗？有2位蜂王极限强者助阵，放眼燕姬大陆，谁是对手？这倒是，只有整个第7星域战场危险性最高的星辰塔，才聚集了各族蜂王极限强者。至于燕姬大陆那些普通蜂王，根本不足为惧。你打算何时动手？不急，我先示敌以弱，等他轻敌，再现身。有波动，是瞬移。那人类入局了。杨，多加小心。紫中王就在3210公里外的洞窟内，他未屏蔽信号，显然是有心在等。我知道他设了局，他也清楚我有备而来。他很自信，我也是。不过等他死的那刻，就会明白什么叫后悔。依林呢？
攻击，还好我反应够快。本来还想先单独与他斗上一斗，可现在还是立即让那2位来，有危险他们上。我等着找机会下杀手。血兽王，重剑王，我先去引开他注意。2位就按第3计划从2侧包抄，不让他有片刻喘息，直接下杀手。你不是故意散布消息引我出来的？怎么如今又成缩头乌龟了？是你躲躲藏藏，现在终于出现，是购买了够强的武器了？是机械族的，还是焰神族的？先让你得意，血兽王、重剑王马上就到，就算你有杀招，也是他们俩先承受。我倒是要看看你得到祭塔宝藏能弄出什么底牌来。子中王，你有什么招，尽管使出来吧，否则不值得我用杀招啊。来了。什么？是蜂王极限。我曾了解过周围所有强者的战斗资料，其中就有着血兽王和重剑王。然而正面相遇，这2人气息之强，仍令人背脊不由发寒。杨，你死定了！想合围，我会让你们有机会出手。捉空之臂！空间封锁。子中王，你不是说这人类实力很弱，瞬移、空间法则都不懂吗？他确实不会的。对了，这密文是祭塔，那时我们也兽族无法瞬移，他一定是用了祭塔秘宝。这宝物绝对价值无量。杀了他！带着一件宝物就放！就算不瞬移，你也逃不掉。是你们逃不掉了。什么？是最强火神元晶。没错，1颗就相当于10倍蜂王巅峰自爆，比我在祭塔中引爆的那颗威力强3倍。那颗直接炸死了蜂王极限的苍金王，现在这2颗哪里还有活路？逃！快逃！来不及了。可恶！这就是他封锁空间的目的。这人就是个疯子，他难道不怕死吗？难道他有自信在这最强爆炸中存活？活下来了，我没死，就是你死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就再送你一程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刀，上面抹了废魔毒液，只有立刻分裂身体，才能阻止毒液漫。只需0.01毫秒，0.72克毒液就足以传遍你每个细胞，瞬间杀伤。我要死了，你也别想好过啊！那得到祭塔秘宝的人类出现了，子中王居然都陨落了，那家伙必定也付出了不小代价，那就不足为惧。我们人多势众，正好去捡漏，先瞬移到远一点的地方，好随时应变。走。
走走，晚了可就是晚无了。不朽身体损失竟然达到了42%，那得耗费多少岁月才能恢复？我的不朽身体损失了59%，剩下的战力不足1成，好困。若是再恶化下去，恐怕会陷入沉睡。同时追2个人，只要他稍有犹豫，便是时机。好惊人的能量残留，光是余波回荡就令人心惊胆寒。怎么回事？我方阵营无比强大的血兽王和重剑王，竟然在疯狂逃跑！山雷，别欺人太甚！可恶，人族小子！我的双重剑，你不是好惹的。损失90%战力，竟仍能凝聚余力射出重剑，你果然很不错。可惜你只有1次机会。银河挂长空。
被包围了，上啊！这群白痴，不是他们白痴。如果我们看不到血兽王逃窜，重剑王重伤，单单看到一个人类，恐怕也冲上城去了。2名封王巅峰，6名封王高等，10名封王初等，共18人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异族们，就拿你们立威了。那是我终身无法忘却的记忆，亲眼所见的事实。银甲青年的身姿优雅绝伦，他是黑色长夜中的萤火，自由翱翔。有毒！这刀光如长河，唯美绝伦，令人目眩。一刀裂大地。一刀破汪洋，一刀碎苍穹。几千万公里的世界被全数湮灭，化为虚空。在这变幻瑰丽的宇宙深空，这刀光长河更是奇观。围攻他，只活下来5个。可恶的紫中王，叫我们来根本没安好心。上次这般惨烈，还是6000年前，人族七剑王在星辰塔用重宝虚空之物，同时碾碎湮灭诸多封王，强夺我方阵风星辰。200多位封王不朽，就被一个人类吓得不敢动手。那人类应该没到封王极限，肯定是用了某些代价极其高昂的手段，撑不了多久。要上你先上。各位，封王极限何等厉害，我要击杀，自然需要付出代价。不过这代价我付得起。最强火神元晶，1000亿玉兰单位1颗。要是爆炸，
蜂王巅峰必死，蜂王极限也。这人类的实力绝对不比蜂王极限差。诸位可知道这人类的封号？我等只知道他叫杨，没听过他有封号。他的刀法堪称绝美，一刀出，刀光凝结成河，久久不散。13条璀璨刀河悬挂长空，便是13名蜂王陨落。我看就叫他刀河王。刀河王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好牛啊！不会吧？重剑王可是蜂王极限，能被刀河王杀得那么惨，陷入沉睡？听说血兽王都被吓得抱头鼠窜。杂碎，可恶的杂碎！我倒是成了他成名的踏脚石。不过，他能硬扛最强火神元晶，未来定不可小觑。是该闭关潜修了。1年后，我定会突破至宇宙尊者，再复出。杀了14名蜂王，真可怕！希望以后不会遇见他。人类，刀河王。杨，我都听说了，你也太强了，运气罢了。刀河王牛啊！真给我们人族长脸。算上天正王，已经有108个蜂王不朽联系你了。刀河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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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河王，不愧是我真野王的徒弟。真言，罗峰是刀河王的消息，乃绝密，绝不可外传。是。刀河王，记住就能混出蜂王称号，倒是颇有意思。这子中确实是重打，灵魂攻击、物质攻击都能抵挡超90%。可惜，身体融合防御宝物有限制，要融入子中，就必须把降甲珠逼出体外。那当然选降甲啦！降甲除了防御以外，还能赋予你1万倍借助之力。重剑王现在情况如何？你花了1200亿混元给他恢复实力，能不好吗？就算这次击杀异族蜂王赚了2300亿，你也不至于拿那么多。我已用万心秘法控制重剑王，他绝对忠诚，又能瞬移，有他帮衬，闯荡宇宙会方便许多。有意识波动了。主人，明明长得那么可爱，硬是要假装自己是壮汉。俺就是猛男，别小看俺。
就是猛男，别小看俺。你以前不是挺沉稳的吗？主人面前，当然要做最真实的自己。这子中适合精通火空间法则的强者，你认主试试。主人，你对俺真好。你要去星辰塔？是，我军功早就达到要求，想在离开前去闯一闯域外战场危险级别最高的区域。星辰塔确实值得一去。那孕育的阵风星辰，炼化后可以永久封印强者。当年4大巅峰族群就为此发动大战，可阵风星辰要数千年才出世一次，且毫无规律。4大阵营数十万计的蜂王不朽，也都是为了他才聚在那儿。碰碰运气。星辰塔高9光年，因吞噬的宇宙能量汹涌，便形成了9玄星云。看似美丽。实则是强者的噩梦，就连宇宙尊者深入都会被撕扯湮灭。这么可怕！罗峰，罗峰，你怎么了？抵达的瞬间，我突然感受到了一股令灵魂战栗的召唤，甚至超越了焰神族金属版。看是否能认出。没有反应，再试试。怎么会？我感觉得到，整个星辰塔都对我全身产生无尽召唤，可我怎么尝试都没有一点反应。是我弄错了吗？还是先进去吧。
间有暗中通道相连。这就是禁地空间。探测仪、世界投影、念力探索、瞬移等都被限制在禁地空间范围内，除非神国传送离开，不然只能通过找到连接两座禁地空间的通道进行穿梭。主人，小心！禁地护卫是高级机械傀儡，不怕灵魂攻击，只能破坏他们驱赶出的能量核心。
此事。星辰塔内部一般很平静，只有阵风星辰要出事时，才会出现各种异状。主人刚进星辰塔就能遇到这样的好事，看来就该主人得到阵风星辰。那边有离开的通道，主人，快跟俺来！比普通行星体积的星辰，隐隐有着让人心悸的气息，以恒定的速度在这无尽虚空中缓缓滚动着。阵风星辰所在位置有无形阻碍阻挡，无法直接接触，只能继续从阶梯空间慢慢接近。要真正触及阵风星辰，方才所经历的艰险，不知又要发生多少次。 但作为各族趋之若鹜的珍宝，它必然有全力夺取的价值。主人要用全力，俺也不能落后。俺发誓，不再打瞌睡了。出发！这星辰塔真是不友善，几乎每一座禁地空间都有护卫把守。 他们的攻击都带着明确杀意，仿佛是拥有了意志的个体在追杀一般，有的更是超越了蜂王极限。多亏有你，我才能顺利的闯过来。天阵王，你们也遭到了禁地护卫袭击。是的。 传闻阵风星辰即将现世之时，禁地空间的护卫会有异动。看来他是真要现世了。可一旦如此，禁地空间还会引导各族强者向阵风星辰现世地点汇合。的确，随着不断深入，遇到的各族强者越来越多了。异族威胁更甚于禁地护卫，多加小心。明白。哼。 军队内部系统显示，天阵王的坐标就在不远处。若能会合，我们也好有个照应。啊！他之前还说不打瞌睡呢。让开！你杀死我族子中王，怎会放你离开？我是子中王的好兄弟，别废话，你是来报仇的。各大族群都来了。 我们暂时结成同盟，那倒是阵风星辰贵神。若不趁早下手，越往后机会就越渺茫。不知有多少可怕存在。他刚说自己叫什么来着？第6方案，燃烧灭杀此人，哪怕是蜂王极限也必死无疑。宝物是宝物，轮到我们捡漏了，快！终结你刀河王的是我，你最好能活到最后。